你不知道玛雅预言？哈哈，你真孤陋寡闻。苏悠然笑道。罗蒙倒是不奇怪，安晨宇又不是这个领域的，对这些东西也许没兴趣，不知道的话也不足为奇。然后开始解释起了古玛雅的预言。玛雅文明是南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巴西、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400年左右建立早期奴隶制国家，公元3至9世纪为繁盛期，15世纪衰落，最后为西班牙殖民者摧毁，此后长期淹没在热带丛林中。公元1502年，哥伦布最后一次远航美洲，距离他第一次发现新大陆恰好10年。船在洪都拉斯湾靠岸，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兴奋地踏上久违的葱绿陆地。在当地的市场上，一种制作精美的陶盆吸引住他的目光。卖主告诉他，这漂亮的陶盆来自玛雅，这个神奇的名字第一次传入了欧洲人的耳朵。1519年，西班牙探险家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墨西哥，征服正处于文明鼎盛时期的阿兹特克帝国，玛雅文明走向末路。后来，不肯屈服的玛雅人展开了长达100余年的游击战，直到1697年，最后一个玛雅城邦在西班牙人的炮火中灰飞烟灭。18世纪末，玛雅文明引起学术界关注。19世纪开始考古，20世纪50年代后，发掘了金字塔、宫殿和古怪象形文字历法。地球非人类所有，人类属地球所有，这是玛雅预言。现在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已经是在所谓的第5太阳纪。地球经历过4个太阳纪的毁灭。第一个太阳纪是马特拉克低利 （Matlaktelart） 一场洪水所灭，有一说法是诺亚的洪水。第二个太阳纪是伊厄科特尔 （Ehakato） 被风蛇吹得四散零落。第三个太阳纪是奎亚维洛 （Tekuyawiyo） 则是因天降火雨而走向毁灭之路，乃为古代核子战争。第四个太阳纪是宗德里里克 （St. Lilik）， 也是火雨的肆虐下引发大地覆灭亡。每个太阳纪末期，地球陷入大混乱与毁灭悲剧。玛雅预言称，第5太阳纪将是终结纪元。根据预言所说，太阳纪只有5个循环，一旦太阳经历过5次死亡，地球就要毁灭。而第5太阳纪始于纪元3113年，历经玛雅大周期5125年后，迎向最终。而以现今西历对照这个终结日子，就在西元2012年12月22日前后。若预言属实，文明只剩7年生存时间。7年后，太阳消失，地球将经历剧烈变动，我们所有人类都将消逝，成为宇宙尘埃。罗蒙叹气，苏悠然沉默，神情中带着担忧和好奇。安晨宇心想，太阳纪终结，文明难存活，灭绝是必然。真倒霉，刚醒来就赶上文明末日。他继续问，前4个太阳纪都有哪些记录？安晨宇问罗蒙。第12章，战争是否过去了？前4个太阳纪是有记载，但是非常的简略。大概就是第1太阳纪叫做根达亚文明，属于一个拥有超能力的文明，身高大约1米左右，男人有第3只眼，翡翠色，功能各有不同，有预测的，有杀伤力的等等。而女人没有第3只眼，所以女人害怕男人。但是女人的子宫有与神沟通的能力，女人怀孕前会与天上要投生的神联系，谈好了，女人才会要孩子。此文明毁于极寒，地轴倾斜。第2太阳纪叫做米索不达亚文明，属于一个以饮食文明为主的文明。这个文明是上个文明根达亚文明逃亡者的延续，但是人们把以前的事全都忘却了，超能力也渐渐消失了。男的第3只眼开始消失，他们对饮食特别爱好，发展出各色各样的专家。这次的文明在南极大陆，毁于地球磁极转换。第3太阳纪叫做穆里亚文明，属于一个以生物能文明为主的文明，同样是上个文明的逃亡者的延续。他们的先祖开始注意到植物在发芽时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非常巨大。经过1个世纪的改良，发明了利用植物能的机械，这个机器可以放大能量。该文明毁于大陆沉没。第4太阳纪叫做亚特兰蒂斯文明，属于一种会使用光的文明，继承上个文明。这里用继承而不用延续，是因为亚特兰蒂斯文明自称是来自猎户座的殖民者，他们拥有光的能力。早在木文明时期，亚特兰蒂斯文明就建立了，后来这2个文明还打核战争，不过到最后亚特兰蒂斯文明也同样毁灭了。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就是第5太阳纪了，被称作情感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情感。而根据玛雅文明的预言，我们现在的文明会于2012年冬季毁灭，准确的时间也就是2012年12月22日。如果前4个文明毁灭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文明在2012年毁灭也会是真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前4个文明存在过，而这些资料都是一个古老的记载，还没有被证实，所以绝大部分人是不相信的。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但我比较相信是真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但有些模糊的证据还是可以证明远古确实有过文明的存在。
罗蒙又详细的给安晨宇解释了关于太阳系的远古记载。亚特兰蒂斯文明来自于猎户星座。安晨宇有点疑惑地问了一句，根据记载的翻译是这样的，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亚特兰蒂斯的遗址，也不知道他们的文明是真的存在过还是传说中的存在，就更没有办法判断他们是不是来自于猎户星座了。罗蒙客观地分析着回道。安晨宇暗暗沉思了片刻，如果真的是来自于猎户星座，那么就肯定有着星际航行的能力了，并且肯定会使用空间折叠技术了。猎户星座离地球大约有1500光年左右，为什么要来地球呢？具有星际航行能力并且会使用空间折叠技术的生物，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毁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或者是发生了战争，或者他们根本没有被毁灭，而是发现地球上没有什么发展，从而离开了地球。无论是根据古玛雅人的预言，还是亚特兰蒂斯的消失，地球现在都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刚才说有些模糊的证据，可以证明远古的确有过文明的存在，是怎么回事？安晨宇又问了一句。人类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今不过2000年，但是7000年前的人类却建筑起埃及金字塔。人类懂得穿上衣服的历史至今不过4600年，但是大西洋海底却发现了1.1万年前的精致铜器。此外，世界各地还发现并证实了2万年前的铁钉、3万年前的壁画，以及4万年前的牛羊、骸骨中子弹穿过的痕迹。1852年6月5日，科学美国人以过去时代的遗物为题报道，在马萨诸塞州6亿年前的前寒武纪岩石层中发现了金属花瓶，是一种呈新白色的合金，经测定含有大量的银成分。1871年，一个考古学家在美国伊利诺斯州钻井时，在距地表114英尺深处发现了一枚类似于钱币的东西。据伊利诺斯州地质勘探局鉴定，其所处地层属于20至40万年前。1891年6月9日，美国伊利诺州 S.W. Cope 女士正把煤铲进厨房时，一个大煤块裂成了2块，然后从里面掉出了一条金链子。调查者们验证了这项发现的真实性，因为一部分煤块仍粘在链子上，而和煤块脱离的部分仍有链子原来在煤块里的印记，而这个煤炭则已有3亿年的历史。1966年夏，美国地质勘探学家维吉尼亚·麦金泰尔博士在墨西哥鉴定了一批在迈阿科勒克出土的铁锚，起先估计这些铁锚的历史不到2万年，但测试结果表明是25万年。1968年，两个考古学家在法国一个地方，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地层中发现了一根金属管。1968年，苏联考古学家科留特·梅古尔奇博士在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扎摩尔发现了一个史前冶金厂遗址，考古界一致认为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大、最古老的冶金厂，它至少有5000年历史。法国有一家工厂于1972年时从非洲加蓬共和国一个叫奥克洛的地方进口油矿石来使用，他们惊讶地发现，这批进口油矿石已被人利用过了。经地质考证，奥克洛油矿成矿年代大约在21年之前。人类进化至今是不是只是30至40万年历史呢？可以肯定的回答不是，人类进化至现在已经有上百万年历史。通过碳14已经精确地估算出某种高度文明的产物，远在4万年前就已出现，而它的范围之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4万年前人类有一个活跃鼎盛时期。考古学家在恒河上游发现了众多的已成焦土的废墟，这些废墟中大块大块的岩石被粘合在一起，表面凸凹不平。要知道，能使岩石融化最低需要1800摄氏度，一般的大火都达不到这个温度，只有原子弹的核爆炸才能达到。在德肯原始森林里，人们也发现了更多的焦地废墟，废墟的城墙被晶化，光滑似玻璃，建筑物内的石质家具表层也被玻璃化了。除了在印度外，古巴比伦、撒哈拉沙漠、蒙古的戈壁上都发现了史前核战的废墟，废墟中的玻璃石都与今天的核试验场的玻璃石一模一样。所有的这些发现都可以证明人类曾经有过若干次文明的存在，甚至前人存在时已熟悉原子能，但由于误用，使他们的文明遭到了毁灭。至于是不是前4个太阳系的存在还不能肯定，但是远古文明的存在却已经被证实了。罗蒙又详细地解释了关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来远古文明的确是存在啊，非常有可能毁灭于核战争，这样的话也许就合理了些。但是战争真的过去了吗？安晨宇喃喃低语道，从这些次的文明毁灭中看来，前后时间也就在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的范围内，却发生了多次文明的覆灭。实际上，对于宇宙演化来说，这短短一刹那就已造成了无数文明的消亡。看来，地球真的是一个是非之地，难怪文明层次始终如此低微。而我们现在的文明等级，依然处于初等智慧文明阶段，就算这个阶段也仅发展了几千年。如果玛雅文明的推断正确，那这初等智慧文明恐怕再有7年时间就将毁灭了。安晨宇沉思着，渐渐理解为何地球文明层次如此之低。
佛家有云：一花一叶一幻灭，一草一木一世界，一弹指间便是60刹那，一刹那就有3000世界生灭。文明的进程时时刻刻面临严峻考验，一步错，满盘皆输。宇宙中无数文明、生灵、星球、星系在不停生灭，地球文明的毁灭不过是自然现象。但如今，安晨宇想要改变文明进化轨迹，或许一切都会不同。中餐过后，安晨宇刷卡结账，3人离开酒店。原计划下午继续逛街，但苏悠然被罗蒙拉去市图书馆查资料，安晨宇懒得同行，独自在街上接到一张传单：前沿科技展览今日在上海文化宫开幕。他打车直奔上海文化宫，到达时，场内已是人山人海，有业务代表、工作人员、安保，还有大量普通观众。文化宫面积巨大，设有200多个展台，规模空前，展品丰富多样，计算机、手机、MP3、MP4、小型机器人、商务通，各类家用电器如新式吸尘器、多功能台灯、声控开关等应有尽有。几个大型展台还展出了最新研究的前沿汽车，周围站满车模，吸引众人目光。展台前人群密集，模特们热情展示各类前沿科技产品应用。安晨宇边走边看，摇头不止，心想，即使2012年没事，人类文明照这样发展也终将走向终结。文明进化并非直线轨迹，中途为之波折重重。人类的进化已经走入歧途，文明终结是必然现象。他的摇头动作引起一个大型展台上穿着职业套装的美女注意，她约27、8岁，精明能干。见他边看边摇头，便好奇起来。安晨宇欲离开时，他急忙从展台走下，追了上去。你好，这位先生，请问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只要您提出宝贵意见，就能获得我们公司的奖品。哦，没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倒谈不上。依我看，你们的产品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啥大用处。安晨宇不因对方是美女而奉承，直言不讳。没用的东西，华而不实。套装美女气得差点爆炸。公司多年研发的前沿科技竟被他如此轻视。那请问您认为什么才是有用的东西？他强忍怒气，仍保持微笑问。你们的汽车虽漂亮，也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但速度太慢，发动机设计有大缺陷，无法悬浮，阻力大，材料软弱，撞车不安全，且没配备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再说你们的计算机处理速度慢，存储空间小，没有结合 AI 技术，程序简单，软件功能少，防水性和便携性差，相机只有2维成像，不能3维即时成像，物体数据缺失且失真度高，还有手机、游戏机、通信系统。安晨宇毫不留情地点评完，摇头转身离开。套装美女目瞪口呆，彻底懵了。她怀疑安晨宇是不是看多了科幻电影，或者刚出精神病院。等反应过来时，人群涌动，他已不见踪影。无奈回到展台，脸色阴沉，好不容易遇见个有意见的人，结果却是神经病，真倒霉。欣欣，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一名30岁左右男子走来关切询问。套装美女摇头不语，男子担忧地看了他一眼，也没多问。苏悠然和罗蒙下午4点才从图书馆回学校，吃了点饭后，他们回宿舍收拾东西。第2天正式开课，得提前准备好一切。他俩住一个宿舍，其实是花钱安排的，不同年级本住不到一起，关系摆平了。悠然，你晨宇哥是干什么的？有钱啊？他吹牛专家，一个无业游民罢了。不是吧？那顿饭花2万多哎，他钱哪来的？坑蒙拐骗唬出来的。那他是你男朋友？对你那么好？开什么玩笑，我才10几岁好不好？再说了，本小姐才不稀罕他那样的。不是男朋友，那他为啥帮你圆梦想？我哪知道，他说要帮我，我也奇怪，说不定他图你啥，别傻傻被骗了。我才不会信他那套梦话，我又不傻。不过找他玩玩还挺有意思的。我提醒你，别真被大灰狼吃了。他说帮你，那到底是怎么个帮法？罗蒙说着打开宿舍门，屋里没人。哎，对了，他上午给了我一张光盘，让我看看里面的知识，来一起看看。苏悠然打开电脑，把光盘放入光驱。罗蒙关上门，也凑过来看内容。电脑开机自检后进入系统界面，光盘自动启动，屏幕出现提示框，是否安装基础知识系统？是否？苏悠然点了是，系统开始安装。他电脑配置高，仅5分钟就装好了。桌面多出一个叶子形状的图标，点击后弹出新提示，请输入名字。输名字？无聊。他随手敲了几个字母，回车后却提示名字输入错误。什么鬼？输入名字还能错？他又试着输入姐姐，还是报错。苏悠然开始不耐烦，脸色有点发黑。试试你真实名字。罗蒙在旁提醒，网络软件谁用真名？他翻了翻白眼，随后他输入罗蒙，依旧提示错误。这软件根本是唬人的，安晨宇耍我。他怒气冲冲，打算明天找他算账。
罗蒙没说话，抢过键盘输入苏悠然，刚按下回车，屏幕瞬间变黑，紧接着浮现出字样：基础学习系统启动。下方列出多个学习选项供选择，物理、化学、数学、自然科学、生物等，还有能源、宇宙等高阶类别。咦，只认我的名字才能用？苏悠然忍不住笑出声，点了能源。画面一转，星空背景缓缓浮现，中央悬浮着一颗蓝色水球，地球。电子声音响起，开始讲解能源结构，从煤炭、石油讲到核能与引力能，甚至连量子能和生物能都有介绍。科普内容详细，节奏像听故事一样。讲解还没结束，宿舍门突然被推开，另外2个室友从外面吃饭回来了。悠然，罗姐姐，暑假过得不错吧？来，我买了好多麻辣小吃，过来吃。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女生拎着麻辣小吃冲进宿舍，再不吃就没有了，哈哈。一个暑假没吃到这里的麻辣小吃了，真有点想呢。另外一个高个子长发女生也说话了。苏悠然一看这个软件枯燥无聊，关了软件，大叫一声给我留点，就跑了过去吃起来。罗蒙也毫不客气地加入了战局。4个人边吃边聊暑假的趋势，他们3个聊得热火朝天，苏悠然却一脸哀怨，我在家闷了2个月，谁让你怕热，天天躲在空调房。罗蒙拆穿，我不是怕热，是怕晒黑了。我要是黑成你那样，怎么找男朋友？啥？你说我找不到男朋友？罗蒙瞪眼，手一伸，有手直接掐上了悠然的脸。啊，我粉嫩嫩的脸啊！苏悠然尖叫着冲向洗手间，报仇成功！哈哈哈！罗蒙狂笑不止。笑过之后，另2人拿出家乡的特产，我吃不下了，再吃我要变猪了。苏悠然捂着圆鼓鼓的肚子倒在床上，暴饮暴食迟早会毁了我。罗蒙扶着桌子叹，你们都玩得好，我却闷死了。上课好无聊，要是能秋天放暑假就好了，要是能提前毕业，秋天就能出去玩。可是我才大2，还有3年，苦啊！苏悠然显然还在想着他的秋天假期，一通抱怨，别做梦了，还秋天放假。罗蒙笑骂了一句，其实也不是没可能。短发眼镜女生开口，听说有人2年写5篇论文，还都获奖，后来直接连研究生都提前毕业了。真的？那我也要试试。苏悠然眼睛放光，兴奋到起飞。提前毕业我就能秋天去旅游了。但很快他的笑容又垮下来了。获奖论文感觉好难啊，全国那么多大学生，能获奖的寥寥无几，这个方法也没什么希望。高个子长发的女生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难道我要再被关3年？想想就心塞。苏悠然一脸沮丧，你不想被关，干嘛还考大学？罗蒙问。不上大学，我爸妈的眼神能把我钉墙上了，还是大学安全点。苏悠然道出了被大学囚禁的原因。本以为大学很好玩，结果无聊透顶，考试要死背，饭难吃，同学像怪兽，天天2点一线，我真的受够了。我读书20年，学校就是我的噩梦。上帝啊，听见我了吗？让我提前毕业吧。苏悠然现在的表情和语言写满了我不想努力了5个字，连空气都开始为他叹气。上帝估计也在上学，没空理你，闭眼睡觉，别再瞎想了。罗蒙玩笑了一句，把宿舍的灯关了。是啊，睡觉，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美丽的春秋大梦。哇哈哈！苏悠然猖狂地闭上眼睛，大笑起来。夜色渐深，宿舍归于安静。苏悠然的脸上浮现笑意，或许他在梦里真的逃出了学校的牢笼，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追逐梦想了。一早醒来，安晨宇拨通苏悠然的手机。喂，悠然，光盘你看了吗？电话那头迷迷糊糊，看了，干嘛这么早？我还没睡醒呢，你有点公德心吧？公德心被你睡过去了。安晨宇笑着说，光盘内容要抓紧看，都是基础。看完这些，后面还有新课程。你要偷懒，小心我让你失眠。当然，学得好也有奖励。他补了一句，奖励？我像3岁小孩那么好哄？我再睡一会，别烦了，挂了。苏悠然直接挂断电话，继续睡觉。安晨宇也不计较，打开电脑查资料。他开始搜集有关地球文明的各种信息，连远古神话和传说也仔细研究不放过，打算制定下一阶段的文明进化计划。上午10点半，苏悠然终于睁开眼睛，一看时间，叹了口气，又迟到了。反正已经晚了，干脆下午再去。昨晚吃太多，他一点也不饿。宿舍只剩他一个人，他随手开了电脑，一早催我看资料，简直神经。到底哪里好玩？再看看吧。他点开软件，随意浏览各类课程。力学、引力学、反引力，这不常识，不会真把我当傻子吧？他点开反引力学，开始播放内容，屏幕跳出是否听懂，我就假装不懂一次。他点了否，随后屏幕展示反地球引力实例解释，文字显示高能电磁波配合地磁场，接着详细讲解反引力的原理与公式，从基础推导到实际应用，讲了20分钟。看完后他瞪着屏幕，满脸惊讶，真的假的？我从没听过这些。
照这么说，汽车也能飞了。他兴奋地又点开生物能继续听讲，还是那个提示，是否听懂？他继续点否，却没再出实力解释，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讽刺的话：若还不懂，说明智商有严重问题，建议放弃学习。你敢说我智商有问题？我可是智商136。他又气又无奈，对着屏幕发疯，随后随便乱点其他内容。只有一个实例，有什么意思？我家又不造车，我看个啥？不过罗姐姐家的公司好像造汽车，等她研发出飞车，我就能玩了。可惜还得上学，真烦。要是能提前毕业就好了。他一边抱怨，一边幻想着未来。飞车毕业，飞车毕业，开着飞车去提前毕业，哈哈哈！忽然眼前一亮，他跳了起来。飞车论文，对，我写飞车论文，别人肯定没写过，我是第一个，这样肯定能得奖，还能提前毕业。我太聪明了，居然想出这种招，我是天才，简直无人能敌。苏悠然完全被自己的计划冲昏了头，他甚至把飞车理论当成了自己发明的。冲动果然是魔鬼，他已经陷入其中。他万万没想到，这篇冲动的论文最终会搅动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说干就干，中午苏悠然去请了个假，他对辅导员说身体不适，要休息几天。辅导员也没多问，直接批了，毕竟联系主任都对他客客气气。中午罗蒙和舍友回来，看到苏悠然写论文，三人惊讶的不行，甚至觉得有点好笑。你真的要写论文？疯了！准备写小猫还是小狗的故事？苏悠然严肃回应，不许打扰我思路，我这论文写完就能提前毕业。罗蒙笑弯了腰，写一篇就能毕业？那你岂不是打破吉尼斯纪录？你等着看奇迹的诞生吧。苏悠然自豪地说。悠然，你该不会是烧糊涂了吧？高个女生伸手去摸他额头，被躲开了。别闹，我现在思路正清晰。罗蒙笑完了，忽然说起正事。昨天我们公司办完展览，搞了庆功，今天我哥姐要聚个餐，一起庆祝。你也把你陈宇哥叫来。好呀，下午我通知他，晚上吃穷你。中午饭后，舍友们各自去上课查资料，宿舍又只剩下苏悠然一个人。这个下午，他终于定下了论文框架。傍晚给安晨宇打电话，约他聚餐，说好6点半在富豪酒店门口集合。安晨宇查完资料，关机出门叫车，告诉厨师别做饭，自己要外出吃。妹妹安童还在北京读书没回来，他搭车赶到酒店，正好6点半，门口已经到了6人，5女1男。又是你最后到，每次都迟到，这不是正好6点半吗？他举起手表，解释时间刚好，最后一个到就叫迟到。苏悠然不依，他开始为大家做介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2位是我的舍友，这个高个子的妹妹叫张佳，这个戴眼镜的妹妹叫张红，她们可不是姐妹哦，只是同一个姓罢了。罗蒙你早认识了，这个成熟的姐姐是罗蒙的姐姐，叫罗欣，而这个帅哥呢，是罗欣的哥哥，叫罗浩天。苏悠然把人都介绍给了安晨宇，然后又对大家说了句，这是我朋友安晨宇。大家打了招呼，一起进了酒店。罗欣看了安晨宇几眼，表情有些古怪，原来她就是科技展时那位美女，那天邀请安晨宇点评，被她震惊。安晨宇没认出来，罗欣却记得清楚。进门后，他悄悄拽了罗蒙问了句，那男的没啥问题吧？没有啊，怎么了？罗蒙疑惑地回，随便问问。罗欣没多说，进了店。罗蒙心里犯嘀咕，姐姐认得他，怎么他什么都没说过？怪事。进了酒店，大家开始点菜，每人点2个，苏悠然也跟着点了，想着罗家人请客，自己不能太客气。但安晨宇却毫无顾忌，随手点10多个，不看价格，什么贵点什么。苏悠然拽了拽他衣角，想提醒他。安晨宇疑惑，别急啊，我还没点完。苏悠然差点气疯，谁急了，是我让你停。他点完了，把菜单递给苏悠然，来，你点吧，慢慢来。苏悠然苦笑一声，把菜单还给服务员，我点好了。他强挤出笑容，就2个，不饿了？刚还催我快点。没事，真的不用再点了。他咬牙答道。其他人也看得一头雾水，安晨宇却全然没察觉，继续自顾自。罗蒙暗笑，轻声说，悠然你再加几个？不用了，不用了。他连连摆手，心里只想找地缝钻进去。罗浩天暗想，这人也太实在了。张佳、张红心中默念，这叫豪爽。苏悠然则心如死灰，这面子全没了。罗蒙早见怪不怪，淡定如常。罗欣则下定论，这人肯定脑子有问题。饭后安晨宇要结账，刚掏卡就被拦住。罗浩天抢先付钱，笑说哪有请人还让付账。这顿饭花了3万多，罗家虽不差钱，也被这顿实在整得郁闷，心想下次得反客为主，吃回来。晚饭后没再安排活动，众人各自回家。安晨宇觉得那张光盘内容足够苏悠然学1个月，他又要上课，估计进度更慢些，所以他最近也就没主动联系他。他每天宅在家里查地球文明进化资料，一边整理现有文明轨迹，一边筹划未来计划。地球7年内几乎不会有文明质变，文明发展通常以100年甚至1000年为单位，想让文明跳跃式进化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外部出现强力干预，才有可能加速。就像苹果催熟一样，没有催化剂不会加速。安晨宇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催化进程上。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要顾及社会结构，包括全球文化、宗教、思想、经济架构等。考虑到群众接受度与文明稳定，非常复杂。他每天都在罗列各种情况，忙得不可开交。而此时外头却出了一桩大事。聚餐结束的第二天，苏悠然在宿舍写论文。为了早点毕业，他几乎废寝忘食地写。其实不叫写，基本就是照搬光盘内容。他自己写的部分全是些可笑的废话。为了掩盖抄袭，他加了一堆自己的语言。虽然内容幼稚可笑，他却写得不亦乐乎。最后干脆把所有理论公式一股脑全加进来。引力学、力学、磁力学，一个都不落下。他自己完全不懂这些内容，但不在乎。我又不是科学家，只要能拿奖就行。公式太复杂了，万一改错就麻烦大了。这些公式越多，看起来越像高科技。他深信这篇论文能让他顺利提前毕业。论文搞定后，他休息了半天。第3天一大早8点半，他起床准备发表。他认为今天是改变命运的重要一天，因此他难得起了个大早，满脸兴奋。打开电脑，开始搜论文投稿网站，最后选定了中国前沿科学技术网。这个网站看起来人气挺高，我就选它。他上传完论文，时间是9点05分。刚上传完，他就开始刷新网页看阅读数。一开始读者是0，他有些皱眉。刷新2次还是0，忍不住抱怨起来。这帮搞科研的家伙都懒死了。算了，我先去吃饭，回来再看。他没关电脑，只关了显示器就下楼了。此时沈祥福也刚起床。他是中科院研究员，研究引力学方向，同时他还是科技网的副站长。昨晚看电影太晚，今天起得较迟。他迷糊着打开电脑，然后去洗漱。9点整坐回电脑前，一边吃早餐一边上网，准备边看新闻边查看网站新投稿。9点09分，他打开了前沿科技网后台，看到苏悠然的论文标题，顿时笑出了声。这年头，小姑娘也开始搞科幻投稿了。看到注册年龄显示20岁，更觉得好笑。他准备直接删除，还没点，电话响了。喂，谁呀？一大早就打电话，原来是他女儿，说周末要去爬长城。好吧，注意安全，有事就打电话。父女聊了5分钟，沈祥福才挂上电话。他继续吃面包，顺手扫了下论文区。咦，5分钟内阅读人数飙升到200，这增长速度太夸张，沈祥福有点疑惑。他点开那篇论文，准备认真看看内容。刚开始还一边摇头一边喝牛奶，但越往下看，脸色越凝重。这些公式怎么和实验室的资料一样，而且还更复杂？难道数据泄露了？他瞬间清醒，马上下载论文备份。下载完一看，阅读数已经跳到了429人。沈祥福额头开始冒汗，立刻关闭了网站，然后立即拨通实验室电话：小王，我是沈祥福，立刻通知院长。红色一级警报，快！红色一级警报，出啥事了？小王低声嘀咕，但他没多问，立刻报告给了院长。院长一听红色警报，立刻神情紧张，立即关闭所有实验室网络连接，通知安保，实验室只进不出。所有研究人员都一脸懵，不知发生何事。沈祥福把论文拷进笔记本，急匆匆出门。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联系国家安全部。他汇报疑似国家级机密被泄露，要求立刻关闭科技前沿技术网，并全面封锁网络上传播该篇论文的信息。一旦发现转载，立刻追查 IP 并屏蔽。国家安全部听后，马上下达最高级封锁令。沈祥福赶到研究所时，已有10多名安保人员，院内已封闭，国家安全局也同步进驻。他把笔记本打开，把论文交给院长。院长面色凝重，默默翻阅论文内容。众人目光集中在院长的神情变化上，最初只是皱眉，随后满脸惊讶，再然后表情震惊，眼神开始发直。他低沉问：这论文你哪来的？沈祥福苦笑：我是从网上下载的。什么？你确定？院长几乎吼出来。确定，是中国科技前沿网。快，立刻关闭那个网站。院长惊叫：我早就关了，可是……沈祥福为难地说：可是啥？院长连声音都颤抖了。在我看之前，也有400多人读过。什么？400多个？完了完了！院长瘫坐在椅子里，神情呆滞。准确说是426人，我是第427个。也就是说，已有426份可能被保存。旁边国家安全负责人终于忍不住发问：钱老，到底什么情况？泄露多严重？钱老沉默了10几秒，声音沙哑地开口：这不只是国家机密，可是这篇论文比国家机密还要重要的多得多。不是国家机密？比国家机密还要重要？那是什么？负责人不解。这篇论文的水平远超我们现有科技，我们研究了10几年都没找到突破口。可他详细写出了反引力的全部核心，里面的公式模型比我们高出几十年，就算再研究20年也赶不上它。这不是中国能写出来的，美国也不行。我保守估计，它超越了现代科技50年。什么？
严重到这种程度。负责人吃惊了，钱老点点头，神情无奈又沉重。负责人立即拨通电话，把情况汇报上去。局长听完，脸色也变了，立刻升级汇报等级，并同步通知军部，要求高层同步掌握情况。军方得到汇报，同时也收到论文全文。半小时内，军部也召开了紧急闭门会议，而国家安全局取消了所有人的假期，保卫等级全面提升到1级战备状态。整个上午，网络上并未见论文传播痕迹，但全球局势悄然波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12国高层全都在同一时间段召开紧急闭门会议。会议内容不明，但显然和这篇论文有关。国家安全部早已查清论文来源，作者是上海大学大2女生苏悠然。命令下达，全体出动，严密保护，明确指示威胁其安全者格杀勿论。上海安全局接到命令，震惊不已。局长感慨命令夸张，但不敢怠慢。他立刻召回全局28人，全员待命，所有人装备完毕，马上出发。是。众人喊完，飞速冲出大楼。苏悠然吃完早餐，回到宿舍。他打开显示器，发现网站打不开，维护中，才挂1小时就出问题。他气得直拍桌子，抱怨连连。心情不好，他打电话给罗萌：“罗姐姐，我去找你玩。”电话挂断，他兴冲冲下楼。找到罗萌后，又觉得无聊。他说去后面商业街买东西就走了。罗萌见怪不怪，继续查资料。苏悠然一转眼就进了游戏厅，嘈杂声音让他兴奋，买了50元游戏币，疯狂拍打游戏机，发泄郁闷情绪。安全局分局的局长领着28个安全局分局精英快速地赶到了上海大学。局长带人出示证件找校长配合。校长愣了愣，见阵仗太大，赶紧点头：“我们要找这名学生。”局长亮出照片，校长不认识照片中的苏悠然，便领着这29个人来到了教室，没找到人。辅导员说他请了假，开学没来过。分局长不了解情况，听到从开学就没来上课，以为出事了，马上问清了苏悠然的宿舍。一群人匆匆赶了过去，30个人急匆匆地在校园里赶路，还是由校长陪着，引得学生纷纷侧目。宿舍没人，他们只能向宿管大妈问询。大妈看了照片，说刚看到他往图书馆去。安全局众人再次狂奔，直奔图书馆，一边查阅学生，一边问讯打听。终于，罗萌提供了关键情报，他刚走，去了后面商业街。分局长差点气晕，只能继续追人。校长脸色发黑，尴尬的没再跟着。29个人迅速赶往商业街，分头搜索。苏悠然正在游戏厅里玩得正欢，忽然有人摸口袋，他低头一看，一只手正从他兜里抽出钱包。啊，小偷！他立刻高声大叫。小偷见被识破，转身夺路而逃，还没跑出门口就被制服在地。西装中年人拿走钱包，核对身份证：“你是苏悠然？”他当场确认身份：“是啊，谢谢你们，警察真厉害。”他接过钱包，还想继续去玩游戏，就被拦下了。“对不起，苏小姐，请您稍等一会，我们局长马上过来。”穿西装的中年人又说话了。苏悠然一脸莫名，小偷还用局长？不一会，局长梁福明带人赶来。他看了苏悠然，又看照片，松了口气：“你好，你是苏悠然吧？”梁局长问：“是啊，你们不是警察？那是谁？”“我是国家安全局上海分局的局长，从现在起我负责你的安全。”“哈，我钱包被偷而已，至于吗？抓小偷你们就辛苦了，我走了。”苏悠然转身还想继续玩游戏。“对不起，从现在起必须保护你。”梁局长态度坚决，但无法解释缘由。“保护我？神经病吧你们！”他扫了一圈20多个黑衣人，无语了。“好吧，你们爱跟就跟，我去玩游戏。”他甩头就回了游戏厅，完全不在乎。在他眼里，这群人简直就是疯子。可他还不知道，整个世界已经变了。苏悠然回去继续打游戏。梁局长郁闷，但只能接着工作。你围住他，贴身保护。你俩守门，其他人全场巡逻。有任何威胁，直接开枪。一圈人把苏悠然围得水泄不通。游戏厅四周也是人影晃动不断，门口站俩门神，目光如刀。苏悠然正准备开始游戏，却发现被围了一圈黑衣人。再看周围还有10几人来回巡逻，任何人一靠近立刻被驱赶走。我不是总统，这么夸张干嘛？他心里吐槽一番，继续打游戏。梁局长一边指挥一边打电话：“朱局，带2个警队来商业街集合，让特警、防暴、空中警备全待命。”说完又派人开来特殊防弹轿车。10分钟后，朱局长带队赶到，梁局长直接下令马上清场。朱局长没废话，立刻安排执行，然后才小声问：“中央领导到了？”这次上面下了死命令，千万不能出错，不然你我这几十年可白干了。这是严重，你我都不能掉链子。朱局长点头，立刻加派人手。他看了一眼被围着的女孩，认出了苏悠然的身份，神色凝重。这是苏家的大小姐。什么情况？
游戏厅里逐渐安静，人群被清走。5分钟后，厅里只剩警察和他，而他还沉浸在游戏的节奏中。等他回神，看周围竟空无一人。人呢？游戏厅怎么变空了？梁局长赶紧走来解释，已清场。你现在可以放心的玩了。清场？你开什么玩笑？这里人多杂乱，不安全。我们要全面保障你的安全。苏悠然无语，已经不知道说啥了。这时，一位穿警服的中年人走来。你好，我是朱明涛，市公安局局长。他说完还伸出手来想握手。苏悠然只哦了一声，没搭理。朱局长识趣的把手收回，尴尬一笑。他心中明白，这姑娘来头不小，绝非自己这个级别能插手的事。苏悠然看了他们一眼，转身离开。梁局长、朱局长一众人连忙跟上。他刚出游戏厅，门外已被警察封控，人群靠近立刻被拦开。门口还停着一辆红旗防弹轿车。苏悠然左右张望，一脸迷惑。苏小姐要去哪？我们安排。去哪？当然是吃饭，快饿死了。难道你们连吃饭也管？梁局长立刻接话，当然安排。他亲自拉开车门，笑容满脸。苏悠然愣住，又无语地叹了口气。算了，好意就收下了。他低头上了车，接受安排。梁局长吩咐几句，也钻进车内。朱局长紧跟其后，一并上车离开。前有8辆警车开道，后有8辆警车跟随。红旗旁边10几辆国安随护，浩浩荡荡，路人纷纷侧目。谁来了？中央大领导。苏悠然坐车里偷着乐，哈哈，人生第一次这么威风。早知道就叫同学来看热闹了。车队直奔扬帆大酒店，酒店大厅早已清场封锁，连服务员都被隔在外围。苏悠然心里吐槽，我又不是皇帝，但又觉得挺好玩，四处打量。一进包间，满桌菜肴香气扑鼻，他眼睛一亮，毫不客气开吃。梁局长和朱局长陪坐，一言不发。几口饭后，梁局长接到总部来电，他起身走出房间，接通电话。几分钟后返回，脸色平静。苏小姐，吃完饭稍作休息，1点我送你去机场。去机场？去哪？北京那边几位科学家想见你，你外公也在北京，等着你过去。我外公不是在沈阳吗？你骗我？我不敢骗你，你可以打电话确认。科学家找我干嘛？论文那点事？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是传达命令。苏悠然决定先确认一下。他拨通电话，外公果然在北京，还亲口说想你了，快来北京。他这才放下心，点头答应前往。苏悠然的背景也不简单，爷爷是漂白后的黑道大佬，外公是沈阳军区的宋将军，爸妈常年在欧洲打理公司，从小他就跟着爷爷长大，能被军方重视也就不奇怪了。中午吃完饭，他在酒店休息半小时，下午1点整，车队再次出发。苏悠然纳闷，这路不是去机场的，绕路了，方向不对啊。2个小时后，车队驶入一座军事基地，他一下车才明白，原来是军用机场，眼前停着一架军用小型专机，这不是普通的出差，而是特殊接待。他虽疑惑，但还是乖乖上了飞机。此时的安保已由军队全面接手。梁局长和朱局长任务结束，转身离开。他们心中虽有疑问，但不敢多问。苏悠然在飞机里兴奋不已，这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吗？他东摸西看，好奇心满满。飞机缓缓起飞，直奔北京。一场不同寻常的旅程就此开始。罗蒙回宿舍没见到苏悠然，打手机却发现不在服务区。他隐约觉得不对劲，想到下午那些人找苏悠然的事，越想越不放心。他赶紧打电话告诉了苏老爷子。苏老爷子听完也愣住了，怎么回事？一点消息都没收到。查了半天，只查到一点线索，悠然在游戏厅被人包围带走了，看样子不像绑架，像是保护，但到底发生了什么，完全不清楚。苏老爷子越想越不安，他干脆拨通了亲家宋将军的电话，一问才知道是外公把苏悠然接走的，总算放心了，虽有疑问也没多问，先等悠然回来再说吧。当晚，专机落地北京军用机场，几十个荷枪实弹士兵早已等候，一辆防弹红旗停在停机坪旁。苏悠然一脸兴奋地下了飞机，哇，待遇太夸张了吧！他骄傲地钻进红旗车，左右还有2个女保镖跟随。这一天就像在做梦一样，他心里美滋滋的，原来是外公安排的，真有排面。坐在车里吃着水果，笑得合不拢嘴，看着窗外匆忙的人群，感慨万千。真好，我不用为生活发愁，唯一的烦恼就是还得上学。本来以为论文能让我提前毕业，结果被那个破网站吞了。回头我一次头搞10个大战。车终于驶入一个研究所大院，苏悠然下车后四处张望，却没看到外公，有点疑惑。一个穿军装的精致女人走了过来。你好，苏小姐，我是宋将军秘书，将军让我安排你今晚的行程。将军还在开会，明早再见你。秘书微笑着自我介绍，还伸出手。苏悠然轻轻一握，外公这么忙啊，把我叫来北京就是为了开会？我还以为是来玩呢。
想着想着，他自己都笑出声了。当天晚上，另一边罗蒙也回了家，姐姐罗欣亲自向他讲述了惊人消息。公司上午从网站下载了一篇论文，主题竟然是反地球引力实现。研发部一开始还当成笑话，直到博士们细看后大为震惊，这不是幻想，是有可能实现的飞车，甚至可悬浮、无声飞行。在打开网站时，却发现页面关闭，整整1天都打不开，前所未见。科技部彻夜研究，没人愿意下班。这论文可能改变整个行业，错一步，公司就可能满盘皆输。罗欣整天在公司开会到深夜，罗蒙全家都在讨论应对措施，而他们的父母更是开会到凌晨3点。这一天，全国都在开会，公司开会，国安开会，军部开会，甚至中南海也有人通宵开会，因为一篇论文惊动了整个国家。今天注定是被会议占满的一天。早上7点，苏悠然还在睡觉，就被女秘书轻轻叫醒了。将军在等你，请起床。他迷糊着洗漱完，跟着去了餐厅。吃过早餐，又被带到一间房门口。苏小姐，请进，将军在等你。秘书微笑着离开了。苏悠然推门进去，房间不大，四周是玻璃，像个审讯室。中间沙发上，宋将军正等着他。外公，你起这么早干嘛？你这懒虫都7点了还不起？我平时都睡到8点多呢。开学了才得早起，郁闷死了。这么懒，该让你去部队改改。不要啊，部队太可怕了，要吃没吃，要玩没玩，还严得吓人。你说外公是怪物啊？不是，我说的是别人。外公你最棒了。对了，找我来干嘛？还不是为了你这个小丫头。啊，我怎么了？你昨天是不是发了篇论文？别提那破论文了，烦死了。怎么啦？论文还惹你不成？我写的辛苦啊，连夜赶出来的，结果网站挂了，论文给吞了。幸亏我有备份，否则白写了。等我这次回去后，我多发几个网站，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以后再也不去那个破网站了。哼！苏悠然一通抱怨，显然被论文被吞事件耿耿于怀。那真的是你写的论文？宋将军又不放心地问了一句，心里却想到，还想继续发。你发了一个网站，已经把天捅漏了，可得看着你点，不能让你胡闹了。你还打算继续发别的网站？当然，我要一次发10个网站。你确定是你自己写的？当然，我花了3天写的。为什么要写这种论文？为了提前毕业出去旅游。提前毕业？怎么回事？舍友说发论文获奖能提前毕业，我计划秋天出去玩，特努力写的。你是为了玩，写出这种论文？宋将军的脸色开始有点黑了。是啊，要不还能怎么样？也不知道能不能获奖呢。要是不能就麻烦了，我就发了一次那个破网站就挂了，不是个好兆头呢。苏悠然有点担心地说道。你既然说那论文是你写的，那正好这里有几个人想问你一些问题呢。进来，宋将军拍了一下手，从门外进来3个男人，但都是年龄超过50岁的老头了。进来后问了声好，就坐到了另一组沙发上。苏悠然有点奇怪地看着这3个老头，外公让这3个老头来干嘛？真奇怪呢。中间的一个最老的老头提问了，苏小姐，我是中科院的，致力于研究引力与反引力学。我旁边这2位，一位是电磁能的研究员，一位是能量转换的研究员。我们看了你的论文，都非常的佩服，但是还有几个地方和一些公式有些不明白，想请苏小姐给我们解答一下。听到这话，苏悠然心里美滋滋，哈哈，中科院的都来请教我了，我果然是个天才。老爷爷，你问吧，我尽量答。这个公式我们看不太懂，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苏悠然低头看了眼公式，装模作样的皱了皱眉，然后一脸淡定地说，我也不会。你不会？研究员懵了。是啊，我也不懂啊，反正公式写出来了，照做就是了。这不是你写的吗？是啊，是我写的，可我写了就一定要会。研究员陷入沉默。那这个公式你会吗？不懂。那这个？不会。这个呢？不懂。那你说说反引力原理？不知道。3个老研究员脸都黑了。宋将军一旁捂脸，实在看不下去。悠然，这篇论文不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呀。可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把知道的都写到论文上了，你不是可以看到吗？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苏悠然的话有严重的矛盾倾向。屋内陷入诡异的沉默，玻璃后的军部专家也全脸抽搐。对了，外公，我论文不是被网站吞了吗？你们怎么会有的？宋将军沉默以对。苏悠然又提问了，你们真是中科院专家？那你们帮我看看能不能得奖，我秋游就靠它了。3位专家满脸黑线，心里却道，这样的论文可以连续拿几个诺贝尔奖了。你们先出去吧。宋将军说。3个老头什么问题都没得到答，自然满脸的郁闷，关上门出去了。悠然，你跟我说实话，这篇论文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你必须老实的回答我，后果非常严重。宋将军严肃地问道。真的是我写的，我都说了很多次了。外公，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苏悠然依然不松口。你什么都不知道？这篇论文怎么可能是你写的？老实说。宋将军已经大声地开吼了。
苏悠然一哆嗦，知道被揭穿了，没办法不交代了。是我改写的。我的邮箱里有一天突然收到了一篇，我看挺有创意的，就根据那篇改写了这篇文论。根据收到的一篇改写的。谁给你发的？那篇现在在哪？宋将军继续紧逼着问，毫不松懈。我删了，我怕留着被人发现就可以证明不是我的论文了，那就得不了奖了。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发的，我也不认识，突然间就收到的。苏悠然故作镇定地答道。真的？宋将军满脸的不信。真的，我怎么可能会欺骗外公吗？苏悠然已经打定主意了，打死也不说。至于为什么不说，自然是因为那张光盘是安晨宇给他的，让他学习基础知识，他还没开始看呢。而且光盘里程序也只能用自己的名字才能进去，他自然不想给别人。宋将军看苏悠然这么紧逼都不肯说，以为他有什么苦衷，或者也许是真的也说不定，所以也就不问了。又聊了一会，苏悠然被送回房间，他想出去玩，但被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继续睡回笼觉。而另一边，宋将军进了会议室，会议室众人早听完谈话录音，没办法，继续开会，讨论接下来怎么办。中午醒来后，苏悠然缠着外公，非要出门再去玩一圈。宋将军拿他没办法，派出10几名保镖陪他爬长城。一圈玩下来，已是傍晚时分。会议结束后，宋将军再次叫他来谈话。今天玩得高兴吗？外公问。挺有意思，明天再玩别的。别玩了，该上学了。你的论文中科院的人员都看了，觉得可以获得很多个奖项，但是呢，只能内部颁奖，不能公开。至于你的提前毕业吗？这样你再上1年，1年以后就准许你毕业，怎么样？宋将军盯着苏悠然说道。啊，还要上1年啊？郁闷呢，内部颁奖。行，获奖了就行。苏悠然神经大条，根本不在乎内部外部。至于你的论文，你以后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表了，你必须答应，而且你以后如果还要写论文，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表。先通知外公，外公继续给你颁奖。这件事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你爷爷也不许说，明白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宋将军郑重地说道。哦，知道了，我谁都不告诉好了。苏悠然认真地点了点头。把你的邮箱和密码给我。宋将军又开口了。啊，外公，你要我邮箱做什么？你没有吗？苏悠然有点奇怪地问道。当然有用了，你别问那么多了。宋将军递给了苏悠然一张纸和一支笔。哦，知道了。苏悠然很快就写完了邮箱地址和密码。这是你收到那篇的邮箱？宋将军接过纸问道。是啊，就是这个，或许以后还能又发给我呢。苏悠然笑嘻嘻地说道。明天就送你回上海上学了，等你毕业了，外公带你出去玩。宋将军许了个空诺。好啊，1年以后我就能毕业了，可以提前2年呢，到时候天天陪完外公出去玩。苏悠然兴奋地叫道。至于你提前毕业的事也不能跟人说起，还有回了上海就跟你爷爷说是外公想你了，把你接来看看，别说这次见面的事情，明白吗？宋将军语气又严肃了起来。知道啦，放心吧，外公，我谁都不告诉。苏悠然很快就做出了保证。宋将军叮嘱几句，就送他回房休息。白天玩累了，苏悠然一躺就沉睡过去。第二天一早，民航头等舱起飞，苏悠然顺利返校。他没意识到自己早被重点保护，资料也被层层加密隐藏，几十名保镖分批轮流盯着他，他却一点没察觉，满脑子都想着玩。他的电脑、电话、手机都被监听，他却浑然不知，还乐呵呵的。到校第1天，罗蒙便迎了上来。你去哪了？几天都没消息。哦，去北京游玩了几天。苏悠然无所谓回道。啊，刚开学你就去北京玩？你兴致可真好呢。对了，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了？是不是马上就要毕业了？罗蒙见苏悠然没事，开始打趣起来了。我什么都不懂，哪会写什么论文，无非是想偷几天懒罢了。苏悠然编了个瞎话，心里却想到，本小姐的论文获得很多奖呢，而且可以提前2年毕业，只不过不能告诉你罢了。本小姐是隐士高人。明天周6去哪儿逛？罗蒙问。找安晨宇一起打电动。你安排的真满。那当然，本小姐的生活很忙的。一早，苏悠然打电话叫安晨宇，2人出门逛街，打车直奔商业街。出租车后，几辆车正跟踪监听。2号，我是1号。你那里可以收到鱼的声音吗？安晨宇的出租车后面，另一辆出租车的司机戴着耳麦说了一句。1号，我是2号，好像有干扰。我这里什么都收不到，一片杂音。另一辆奔驰里传出了2号的声音。1号，我是3号，我这里也收不到任何声音。又有一辆车中传出了声音。见鬼了，怎么3个窃听器全坏了？怎么可能那么巧？1号低骂了一句，过了几秒钟，拿出了手机，码头，我们3个的鱼食全部掉进海里了。
请码头尽快送鱼食过来。说完也没等对方回话，就挂了手机。另一边，两人已经杀入游戏厅，开始了疯狂的拍机游戏。苏悠然完全是发泄，使劲的猛拍，而安晨宇是无所谓，反正也是无聊，跟着苏悠然猛拍。别的玩家看两个人像看怪物似的。一上午，两人拍得满头大汗。午饭时找了家咖啡馆歇脚。咖啡店外面的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拿着杯可乐，东张西望的，看样子是在等人。耳麦里传来了声音：1号，1号，我是4号。新的鱼食又掉进海里了。1号差点把可乐泼出去。今天不钓鱼了，全体撤退。1号拿着手机进了咖啡店，在里面转了一圈也没坐下。出来后点了几下手机，打了个电话：马上帮我查查这条鱼值多少钱。说完就挂了电话。过了5分钟，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怎么鱼食都掉海里了？见鬼了！1号有点郁闷的喃喃道。安晨宇和苏悠然喝完咖啡就进了大酒店，又大吃了一顿，下午就开始疯狂的购物。一个下午10几万又没了。安晨宇两手空空的回去了，而苏悠然提了大包小包也回去了。临分手的时候，安晨宇塞给了苏悠然一部小巧的蓝色手机，说是以后让他用这部手机，信号好。苏悠然觉得手机做得很漂亮，就挂到了脖子上。等苏悠然回到寝室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把下午买的礼物送了一些，剩下的随手就塞到了柜子里，玩起了那部蓝色的小手机。挺好看的，功能也不错呢。好吧，以后就用你了。苏悠然说完就把原来手机上的号码布移到了新手机里，原来的手机扔到了抽屉了，可能要成为历史手机了。1号，我是守望者。鱼塘里的鱼食突然消失，学校旁边的一座楼的房间里传出了报告的声音。什么？全部？靠，今天真是见了鬼了。1号彻底抓狂，连饭都吃不下。冷静后，他打了一个加密卫星电话。宋将军，我是1号，我有情况要汇报。今天我们所有的监听器全部失去作用了，不管是苏小姐首饰上、衣服上的、包里的，还是宿舍的，全部没有任何信号了。我去领的都是军部最新的装备，从苏小姐上了安晨宇的车开始的。我们已经查过安晨宇这个人，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他们逛了一天的街，买了好多的东西。苏小姐回到宿舍后，宿舍的监听器就全部失效了，没发现特殊情况。好的，是将军。1号挂了电话，舒了口气，回到饭厅又开始吃了起来。安晨宇最近在郊区买了一栋别墅，这栋别墅别的倒也一般，唯一的一个特点就是拥有一个超过300平米的地下室。这也正是安晨宇购买这栋别墅的原因，因为安童开学后在北京，所以家里就只剩下安晨宇一个人了。等新买的别墅全部办理完手续后，安晨宇把原来在市区的别墅卖了，把卖的钱打进了安童的户头。安童的账户里突然多出了800万，忙打电话问安晨宇，安晨宇告诉他把现在住的别墅卖了。安童听到后大吃一惊，问以后住哪？安晨宇说又买了一栋，安童才放心下来。新买的别墅里只有安晨宇一人，没有雇人，吃饭都是打车去饭店吃，然后就整日待在地下室里。别墅的灯都很少亮，旁边别墅的人还以为这是一栋空别墅，因为很少看到这个别墅里有人，就算有也只是一个人，晚上灯也不亮。安晨宇在地下室整整调试了2个礼拜的系统，终于把初期的 AI 系统完成了。测试了一下，简单的人工智能完全没有问题。又买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又开始做着什么。在苏悠然从北京回到学校的第4天，也就是1号给宋将军打完电话的第2天，班里突然来了6个女生，说是北大的交换生，全分进他班。6人天天围着他买饭陪聊，一个劲喊悠然姐姐。苏悠然被宠得飞起，心花怒放。最近罗蒙很少出现，忙公司转型，国庆马上就来了，苏悠然计划放假狂玩，又是7天的假期，让苏悠然又高兴了一把。想到玩，苏悠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安晨宇。放假前1天晚上，苏悠然就给安晨宇打了电话，说明天去他的新家去玩。果然10月1日天一亮，苏悠然就起床了，打车直奔安晨宇的新家。到了安晨宇的新别墅，装模作样的看了看，说了句还行，就进去了。因为别墅里没人打扫，所以到处是灰，而安晨宇又每天都待在地下室，所以苏悠然也跟安晨宇去了地下室，看到里面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几十米的桌子上摆放着上百台计算机，所有的计算机都在运作，不知道在计算着什么。还有一些头盔模样的东西的半成品摆放在那里，苏悠然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看了看这个，看了看那个，一个也看不懂，所以也就不去看了。安晨宇见他对这些都很好奇，笑了笑也没说什么。苏悠然觉得在这里待着无聊，那些东西他又看不懂，所以提议出去玩。安晨宇也觉得在别墅里也没什么玩的，好多东西都没做好，就同意了。你等一会，我去设置一些东西，5分钟就好。安晨宇说完，转身就朝计算机走去。
苏悠然趁机四处乱翻，翻出一张光盘，初级 AI， 随手塞进口袋，打算拿回去玩。这时电话响了，是罗蒙的邀请。我姐生日，女生局，快来。苏悠然连忙答应，哦，好的，我最近有好几个好姐妹呢，我都喊过去，等我。苏悠然匆匆挂了电话。陈宇哥，我走啦，明天再玩。安晨宇淡定回应，正好我也忙。苏悠然出门直奔天堂广场，一路打电话召集6姐妹同行。有活动，天堂广场集合。6个电话打完，才安心收机。他一到广场，6人已到齐。你们怎么这么整齐，全部先到了？苏悠然有点狐疑地看着他们6个。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当然住在一起了。冉冉姐找我们玩，我们当然是以最快的速度来见冉冉姐了。那个叫程程的漂亮女孩子拉着苏悠然的手讨好道：啊，你们在一起住？干嘛不早说？害我打了6个电话。苏悠然显然有点不高兴了，想看冉冉姐先打给谁嘛，叫燕燕的女生说话了。苏悠然也不计较，笑着催促，快走，买礼物去给罗蒙姐姐庆生。7个女生上了2辆车，直奔商场买生日礼物。中午到罗蒙家简单吃了点，打算晚上再吃大餐庆祝。下午9个女生逛了一下午，到了晚上就开始准备起来了，买了好多庆祝生日的东西。晚上7点，生日会正式开始，大家唱歌送礼，热闹非凡。最嗨的是苏悠然，跟所有人轮番干杯，一口气喝了1瓶半红酒，醉倒在餐桌上。其他人喝得少些，保持清醒。北京6姐妹说要送悠然回去，罗蒙原本留他们，被他们婉拒。车开出别墅，苏悠然躺后座，嘴里还含糊梦话，再干一杯。忽然打滚，说热，撕衣服，口袋里掉出一张光盘。程程一看，立刻喊停车。几人聚拢一看，全都惊了。光盘上写着初级 AI， 这不是普通的玩具，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开端。他们立刻联想到那篇惊世论文，马上向上级报告。程程发话了，是。燕燕马上应答，并拿出了卫星加密电话，马上汇报了这里的详细情况，并说明了光盘的事情。苏悠然还在那里撕扯衣服，还不老实的想打滚。程程从包里掏出一个小药丸，把药丸打开后放到苏悠然的鼻子前，还没用2秒钟，苏悠然就沉睡了过去，不再闹了。总部说马上把光盘送到406基地，由我和程雪带着光盘坐专机连夜赶往北京。看苏悠然睡着了，说出了上级的决定。程程把光盘递给了燕燕，行了一个军礼。燕燕和其中的一个叫程雪的也行了一个军礼，跑向了后面的车，打着车快速的离去了。剩下的4个人照顾着苏悠然，也驾着车离开了。燕燕和程雪开着车赶往406基地。到了基地，飞机已经停在那里等他们了。下了汽车就上飞机。飞行途中，2人低声讨论：悠然太能喝了，真吓人。今天他像自己过生日似的，也多亏今天喝多捡到光盘。要是光盘真是 AI， 那可是大功。他那性子，只有真正好玩的东西才会随身带，90%是真的。程雪坚定道。悠然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感兴趣的东西直接丢。是啊，如果光盘里的东西很重要，我们就又立了大功了，哈哈，回头我们姐妹也开个庆功会。可惜不能叫上悠然了。燕燕也开心了起来。飞机在2个人的交谈中缓缓降落到了北京的军用机场中，下面早就站着上百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在等待燕燕和程雪。2个人下了飞机，就有人拉开了一辆红汽车的门，2个人坐了进去。由于这次事关重大，宋将军被从沈阳军区调到了北京，专门负责苏悠然的事情。也因为宋将军是苏悠然的外公这层考虑，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无论任何部门、任何情况，一律给宋将军负责的事情开绿灯。如果有任何部门不服从命令，将被送上军事法庭。这样的结果就是宋将军可以调动国家安全局、军部的情报部门、侦察部门、间谍部门、公安部等等全部部门的全部力量为这次行动进行指挥了。也难怪这次动作这么大，实在是事情已经超出了普通范围的范畴了。现在国家的内部研究所根据苏悠然的那篇论文，可以让汽车停在空中了，甚至改装的坦克也可以在空中漂浮了。这种后果就是全球的战略部署全部会被更改。虽然论文里的一些材料问题还没解决，但是科研部门研究了几十年也不是吃素的，已经用一些别的材料代替了。当初苏悠然为了加快论文速度，把光盘里介绍的关于材料方面的细节给全部省略了，在他的认识中无非就是钢铁罢了，所以里面的一些合成金属材料的介绍他连写都没写，很多各个部件结构上的配合细节也全部省略了。就这样省略来省略去，终于用了2天，东拼西凑又加了很多幼稚搞笑的话，才把论文完成。再说苏悠然以前也从来没写过论文，在他认为无非就是写篇作文罢了，他就按照作文的格式写完了这些话，就把那些公式照抄了上去。不过也的确达到了高中的作文水平，他这么写倒是没什么，可苦了那些看这篇论文的人了。一个头2个大，在论文送到军部后，
军部开完会就专门组织了一个10个人的语言专家组，专业的分析这篇论文，论文里的每个字都不放过，连苏悠然写的那些无聊搞笑的废话，这10个语言研究专家也不敢放过。事关重大，不能放过任何细节，一句话一句话的研究分析，一个字一个字研究分析。要是苏悠然知道自己写的废话，让这些人这么仔细的分析研究，肯定要笑晕过去。论文细节的省略让研究所的很多人员头疼了好几天，不过集思广益下，终于用了6天的时间拼凑代替，终于还是把成果做出来了。那就是会漂浮的机器，所有的人都清楚，汽车可以飞起来，坦克可以飞起来，那么航空母舰也可以飞起来。如果研究再深一些，造一座以钢铁为基础的城市，同样可以飞起来。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后果了。当所有人看着试验品漂浮在空中静止不动的时候，大家的思绪也全部都停止了。这将是历史的一个新的开端。从1840年的工业革命开始，到90年代的计算机电子文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文明将会出现在人类的面前。以后的道路不仅是陆地上的马路，还有广阔的天空，电影里的场景不久的将来将会成为现实。苏悠然回学校逍遥了1个月，他不知道的是，从他离开北京后，各个部门已经为了他的那篇想提前毕业的获奖论文开了1个月的会了。所有开会的人都在想，这1个月也许是我这辈子开会最多的1个月了吧。那个小姑娘应该改名叫苏开会才对。就在所有开会的人员觉得事情马上要告一段落，北京在10月1日的夜晚又收到了一个情报，从苏悠然那里来的情报。10月1号应该是个休息安宁的夜晚，可是这些开会的人员却无法安静了。军部收到情报后就开始打电话，各个部门的人员全部又被召回了各个总部、基地、会议厅。所有的人3更半夜从被窝里爬出来后都哀嚎了一声，天啊，今天是10月1号啊，怎么又有突然情况了？难道又要半夜去开会？当所有人员到位后都明白了，10月估计连1天都不能休息了，要开1个月的会了。在燕燕和程雪还没到北京的时候，军部的几个高层人员就已经开始讨论这张光盘的真实性，并且如果是真实的，以后的情况。当燕燕和程雪坐的车进了研究基地后，那里已经站了好多人，宋将军、各种兵、穿军服的将军10几个，还有这些将军的随身秘书、保卫、研究员、科学家、后勤人员等等。院子里站了100多人在等待着。燕燕和程雪一下汽车就有点头晕目眩，天啊，这么多将军，这么多人等我，这种感觉太爽了。程雪心里如是想到。燕燕也有点脚发软，她长着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让这么多将军、科学家迎接过。虽然迎接的不是她本人，但是心里的虚荣心还是有些膨胀。走到那些人面前，看着宋将军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宋将军，杨燕奉命护送光盘来北京，请宋将军指示。说完后就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了那张光盘。宋将军回了一个军礼，好，你们做得很好，你们下去休息吧。燕燕和程雪知道没他们什么事了，就跟随一个秘书下去休息了。宋将军看了看手里的光盘，上面果然写着初级 AI 的字体，把光盘递给旁边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马上到实验室查看光盘内容。是，宋将军。那老头看来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接过光盘就往研究所里面去了，后面还呼呼啦啦的跟着60-70个人。宋将军和这些人也跟着进去，不过他们是去会议室等结果，而不是去实验室。燕燕姐，刚才的场面好壮观哦，10几个将军，那么多科学家迎接我们，哈哈，真过瘾呢。程雪到了房间后根本睡不着，想什么呢？领导迎接的可不是我们，别做梦了。你要是想做梦，可以睡着了再做。燕燕无情地打击道。我当然知道不是迎接我们，不过感觉差不多嘛。也不知道光盘里有什么。程雪有点纳闷了，有什么也不是我们该知道的，还是好好睡一觉吧。也许明天就又回上海了。燕燕说完就去洗漱了。回上海好，又可陪悠然疯玩了。这种机会不多的，程雪自话自说着。他们是休息了，可是这100多号人不能休息。10几个将军坐在会议室里等结果，静静地喝茶，谁都没说话，气氛很压抑。每个人都担心这是场闹剧，如果光盘里什么都没有，那这次的努力又白费了。宋将军心里更是担心，而且心里还有别的想法。如果这张光盘里真的有东西，那这张光盘是谁给他的？如果明天早上他发现光盘不见了，会怎么样？如果光盘里有东西的话，他又想拿着光盘干什么？难道又想获什么奖？简直是太荒谬了。晚上2点多了，燕燕和程雪已经睡着了。上海的苏悠然喝多了，更是睡得像小猪一样。而会议室的10几个将军已经足足等了3个多小时了。钟声终于又响了，3点了。10几个将军还是保持沉默的在喝茶，没有一丝不耐烦的脸色。后面的警卫员更是站得笔直，旁边的秘书也是静静地坐着，没有半点表情。又过5分钟，3点05分，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了过去。走进来3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老头。宋将军一扬手，他身后的警卫员已经退出门去了，但秘书没走。另外的10几个将军也扬了扬手，所有的警卫员都退出去了。房间里只剩10几个将军和10几个秘书了。那3个老头坐到了会议室的圆桌旁剩余的椅子里，打开了手里拿着的记录本。宋将军，各位将军，首先我要说一个好消息，这张光盘像那篇论文一样，是我们现在的科技所无法比拟的。中间的那个老头说话了，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那个院长钱老，也就是刚才在外面接光盘的那个老人。钱老刚说完这句话，本来面无表情的10几个将军们，个个都露出逛喜的表情，很多人的手都有点激动地颤抖着。这些都是沉淀了几十年的老狐狸，让他们失态的事实在不多，但现在每个人都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而宋将军的眼神则更是深邃了。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等待钱老继续说。每个将军旁边的秘书已经开始记录，